的话，首先你这个要能手移，如果你手移不了的话，你就在那个回铃里面点一下关闭电机。你点了之后，这个就可以移动了，就可以手移。然后调频的话，你就先这个平台上面是有4个螺丝，它四周都会有这样的螺丝，4个角都会有。然后你首先你把这个喷头移到移到这个弹簧的第一个点，这个弹簧上面，大概附近这个角落就可以了，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把 A4 纸对折之后放到这个平台下面，然后在这个回铃的界面里面点一下这个 Z 轴回铃，点了之后它这个平台就会上升。它打印的时候就是平面就在这一个0点就开始工作，然后你就要看一下它这个工作的时候，它这个喷嘴跟那个平台之间有没有一个缝，如果这个缝太大了就不行，这个缝太小了，刮到平台那也是不行的，那你就需要准备 A4 纸，这样这下面有一定的摩擦感，稍微有点摩擦感。这样还可以磨。现在这个 S 纸就拉不动了，拉不动的话，这样也是不行的，因为它这个喷头已经刮在这个玻璃板上面，这样也是不行的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再稍微扭一点点，还是不行。好，这里反光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缝嘛。大概就是这么样子，然后你就慢慢移过来，慢慢移，不要突然一下移过去。有时候它移到中间，如果它这边偏高的话，它中间就会卡住，然后慢慢移，没问题。好，然后移到右边这个角落，然后跟上个方法是一样的，就这样去检查它这个缝。还是有点大，有一点缝，就这样可以了。然后的话就慢慢移到后面去。现在我移到中间这里来，它这个纸就拉不动了。拉不动的话，就把后面那个弹簧稍微紧一下，就后面这个弹簧稍微紧一下。可能是后面有点偏高了，然后慢慢移过来，移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每一个角就像这样子，每一个角都是这样一个调法。然后现在是移到了后面的左边，现在我已经是调好了，然后再回到前面。好，到前面这里又有点卡了，然后再拧一下这个螺丝。现在只是第一遍调好之后，感觉差不多没问题之后，然后你再点一下桌面上面移动，这里是10毫米，这里可以调的，调到10毫米，然后点一下 Z 加，然后平台就会往下面走10个毫米。然后再返回，点一下回铃 Z， 然后再像刚才那样子再去检查一遍，就是沿着这个点往4个角这样走一下去检查一遍。然后的话，这个在切片软件里面，你们要准备一个像这样一个四方环形的这么一个正方形，然后这个尺寸
你调一下，你比你机型尺寸小100。如果你是打印尺寸是500的机型的话，你就这个参数左右方向这个长度你就调到400，然后切片，然后去打一下。你在切片那边切好我说的那个环形了之后，你在这上面点这个打印，然后选择那个文件。现在正在加温度，温度正在慢慢加上去，它大概要3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它这个温度才会加上去。然后那个环形的话，它就会去沿着这个玻璃这样去走一圈。它走的时候，你就去看一下它哪个角，它这个材料一定要是压扁在这个玻璃上面的。它走这么一圈的时候，你就是可以看一下它哪一个角调的不够好，然后就去稍微的微调一下。它这个模型要走2圈的，因为它这个是环形的。它走完外圈的话，它走内圈的时候，就是它走外圈的时候，你就去它边打就边调一下，然后第2圈过去的时候，就是起到一个检查的目的。然后打完这2圈，如果是没问题了，那么调平就可以了。110、120，好，差不多了。从前面这个角度看的话比较合适，因为它要从前面这样打过去的话，你从前面看边调，这样比较合适。现在喷头有点偏，材料没压扁，然后现在是压扁了。可以看一下像我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。这个材料一定要是扁的，它不能是圆润的。如果是圆润的话，它就是没章纹。像现在这边有点比较圆，我需要这边的话，我就需要再调一下。后面的话好像也差不多可以了。就像我这样边走的时候就边调，像这边就比较压的比较扁，然后到这边呢就变得很圆润了，这样是不行的。然后调一下这个螺丝。好像现在在走第2圈，它第1圈的时候就边走边调，第2圈就是检查一下有没有压扁。现在正在走第2圈，你看我调了之后，它这样子外圈和内圈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，就是不一样的。内圈这个就是压扁了，外圈那个就没有压扁嘛。然后就像这样子打一下，不用刷胶的，因为这个模型没用，不用刷胶的。如果你们实际上要打模型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在打印范围之内要刷胶才行。如果平台太高的话，它有些地方就会像这样子，它会刮到喷头，这样也是不行的。现在这2圈已经打完了。如果你打第1次没有打好，没有调好的话，你就停下来，然后去打第2次，一直打到那个材料就要像这样子压扁为止，就要像这样子压扁就行。然后没压扁的话，它后期就会像这个角一样，它后面会翘起来的。